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MSI 季中冠军赛在昨天迎来了一场重头戏的比赛，也是本次世界赛的第一场中韩对决。结果 TES 与 GEN 鏖战5局让2追2的情况下，决胜局落败，进入败者组。比赛结束后 ，LPL 出现死亡剧本 ，TES 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TES 在首轮是抽到了一个好签，面对的是 TL 战队，顺利取胜后迎战 GEN， 对手也是3比0取胜。两支战队将会在胜者组交锋，获胜的战队进入胜者组决赛，而失败的队伍进入败者组，等待后面败者组获胜的队伍。很多观众询问 TES 下一轮有可能碰到的对手是谁？按照赛制来说 ，TES 下一轮比赛要面对的是 PSG 和 G2 的胜者，也就是说，另外一个半区败者组第一轮的获胜者将会和 TES 交锋。这对于 LPL 来说是一个死亡剧本 ，TES 将面临淘汰危险。原因很简单 ，PSG 和 G2 两支战队在之前 BO5 的表现明显要比这边的 TL 和 FNS 更加出色。PSG 那边是直接把 BLG 逼到了决胜局，给 LPL 冠军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而 G2 那边是把 T1 逼到了决胜局，甚至一度是2-1比分领先。可以说 ，TES 不管面对 G2 还是 PSG 都会很难打。而下一轮一旦输掉的话 ，TES 本次比赛就将会无缘4强。舆论压力肯定会非常大。从昨天 BO5 打满5局的比赛内容来看 ，TES 相对于 GEN 来说，短板是中上两路。之前状态很差的小天调整的不错，对比 Canyon 不遑多让，对手出现大量失误，小天反而展现出了很好的竞技状态。而对比369和小奶油来说，表现更差的显然是369。小奶油 BO5 还 carry 了2局，但是369的5局比赛的表现存在感非常低，被 King 轻松压制，没能给到团队更大的帮助。另外，在之前 TES 和 BLG 的比赛里面，前世界冠军金贡也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面解说起了这一场比赛。在第一局里面 ，TES 和 BLG 打得非常的焦灼，369拿到了奎因，也压制了鳄鱼，但是依旧有很多的观众不满意，所以都在吐槽369打得不好。369的英雄池不错，不管是 LPL 唯2的奎恩，还是各种战士英雄，都能拿一杆拿，并且拿了之后对线不养大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晴天的个人风格跟369的相反版本，晴天是经典万豪人助力，对线稳定打团凶残的英雄中只有一个万豪。现在 TES 的赛程已经快结束了，新人的英雄池依旧没练出来，对比小虎只能说天赋还是不够啊。团战方面，晴天的团战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明确自己的定位，开团手成伤位，所以看见只要晴天对线期稳住的局，不管对手是谁一样揍，双 C 的稳定输出，加上有人先手开团 ，TES 赢的时候，粉丝们可不会想念369。但是随着 IG 发现了晴天的弱点后，上单不让你混了，直接点菜，结果搞得 TES 季后赛都有危险了，369又复活了。这是赛前观众们想不到的剧情展开。要知道，去年369在 JDG 战队一度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上单，回到 TES 之后，大家也都说369调整好了，369回来之后应该成为团队大腿的，没想到在关键的 MSI 上拖了团队的后腿。而之前舆论风评比较差的 JKL， 这次比赛的个人状态反而非常稳定，真正拿出了尽力级别的表现，个人失误率很低。就单从目前 TES 已经打过的比赛来说 ，JKL 选手的确是做到了把团队扛到肩上，也配得上绝对核心4个字。然而最近比赛中，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个人认为 TES 战队后面一轮最强的假想敌是和 T1 鏖战5局的 G2。G2 这支战队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就是他们的不可预测性，他们会拿出各种充满想象力的阵容组合，给 T1 制造了巨大的麻烦。而且 G2 战队目前状态比较好的选手中，就包含他们的上路断剑哥 Broken Blade， 中路 Caps 也是2度对位单杀 Faker， 下路发挥也还是可以的。对比来说 ，TES 在 BP 阶段最大的劣势就是他们中路的英雄池不足，很难拿出好的英雄来掌握推线主动权。一旦没有线权 ，TES 就会打得非常难受。这一点是 Caps 其实是占据优势的，下路方面 TES 领先更多。整体而言 ，G2 与 TES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相差不多，
个人认为 TES 想要先闯进4强，第一个关键点就是选手层面上需要把状态调整好。Cram 把英雄池扩充一下缓解 BP 压力，369提升一下个人表现，然后就是做好换线方面的处理，尽可能的发挥下路的对线优势。做到这些 ，TES 才有机会杀回来，争取能打出好的成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